嗨，大家好，王太。大家好。哎呀，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題是2個字，中國人有架子。不是，那有很多字，架子。為什麼會講到這個話題呢？最近身邊啊，包括觀眾朋友們都給到我們一個反饋，我是有點搞不懂，所以有點解謎心態啊，大家一起來給到我們一些反饋，我們一起來討論一下。王太，我們都聽到啊，大家給到我們一些什麼反饋啊？你們沒有架子就是連續1周啊，我記得有2個朋友，一個是在線下見面的時候，那我們就聊天了，就了解他的業務了。誰知道剛聊幾句，他就說，對，你們好像跟我認識的中國人不一樣你們很親切，沒有架子人說一點架子都沒有，我大驚失色，就問我說，什麼叫中國人有架子啊？是的，那我們等一下啊，給大家展開。王太講的已經透露出來，我們理解的有架子沒架子和大馬人講的還不一樣，這是一個事情。第二個事情是你告訴我的，就有我們觀眾朋友留言也提到這個事情，對嗎？對啊。是在哪個帖子下面怎樣說的呀？就是你有一個 shorts， 然後裡面是你講話，講話呢確實是有一點讓我聽起來有一點模仿大馬人可以是吧？做作的大馬腔，然後有觀眾有觀眾就忍不住跟我有同樣想法的觀眾就問說，請問你是故意這樣學馬來西亞人講話嗎？然後我記得我們回復的時候是說，確實是有在學習大馬華語。學得不好啊！但關於這個，我有單獨的一集，大家期待啊！以後誰知道了？然後人家的反應就說這個，就是說對，這就是覺得你特別的地方就是沒有架子，很親切，然後想要融入這裡。講真啊，就是聽到這個我的反應是很開心的啊！那認識我們的觀眾啊，因為我們剛開始創立 OKOK 的時候，其實我們親自送貨大概有半年的時長，也接觸過要有300個觀眾，又是我們的顧客了。那其實我們線下還會見和認識一些朋友。那我們頻道很特別的地方就是認識我們的朋友還蠻多的，當面有過 face to face 的見面的。大家覺得到底我們有沒有架子？那您來評判一下。那今天我們就來講一講這個話題啊。其實一開始我和王太感到最有趣的是，大馬人說的有架子沒架子，好像和在中國講的有架子沒架子還不是一回事。我們先不解釋，王太你可以先來講一講，你是能體會到的。那麼在中國，我們通常講，這個人很有架子什麼情況下說，那他又叫搭架子，那他有很大的架子，是一種什麼情況啊？我們來體會一下，它到底講的是個什麼含義呢？就是指高高在上嘛，拿2個鼻孔看人的這種人，這種感覺就愛答不理的樣子。我也有類似的感受啊，比如說你去認識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尤其呢他的職位、他的級別或者他的資深程度，或甚至於他的年齡高過你，而你們又不是那麼熟的情況下，往往就會體會到所謂的有架子，就他對你呢有一種或者你很難接觸到他他呢也很難給到你真心的熱情的幫助。這個就是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經常講的有架子。但是我想問你一下，在我們朋友同事，就我們都是平輩互相 peer 之間，你覺得會存在這種有架子的這種情況嗎？我覺得非常多舉個例子呢？我也是覺得我身邊的一些在馬來西亞的中国朋友是一些挺有架子的。你可以舉一些例子吗？比如有哪些表現让你覺得我們明明一起中國人生活在大馬，那應該是互相算是 peer 了，就我剛講的這種條件，怎麼叫有架子呢？就特別是在小孩學校裡面做一些志願者活動的時候，就發現說中國的家長普遍可能是語言的問題吧，所以你就會覺得在很多场合下面他們是不苟言笑，不跟你交談，板着一張臉，然後你对他提供一些這個協助，比如講說我有一次做早餐會的一個志願者，跟他介紹這個馬來西亞的食物，整個他就是整個臉就是像刷了一層漿糊一樣，然後自己孩子吃了這個 nasi lemak 覺得辣，他還一臉這個責備的樣子跑過來跟我像投訴一樣。我就是覺得說，我又不是你的傭人，我也不是你的保姆啊，
Nasi lemak 裡面是帶那個sambal 醬，這個不是一個 common sense 嗎？對，而且我記得你還跟我說，你跟他們介紹每一樣餐食菜點的時候，他就這樣看着，哦，知道，就有點像是你講的，好像是一個領導來視察，他不會講他的東西，也不會給到你反饋，不會對你有什麼互相的溝通，有這種感受，對吧？就是覺得自己的這種講解也好，或者說一種想要給他來介紹，讓他來融入這個活動的所有的 efforts 努力，在他看來都是很無趣的，好像很低級，然後他都不會施捨一個笑容給我，施捨一個反應給我，我經常有這種感覺。那你看啊，這就是存在於我們中國社會和中國人之間的，不論他是不是你實質上的領導，還是你就是 peer， 他表現的，哎呦，好像他高你一等，然后呢，他跟你沒有溝通。我們在中國北方有2個字，就叫端着，对吧？就好像你是一個 wannabe， 你 pretend to 我不想要跟你這個很近很熱絡，就是一個叫做有架子。那麼回到我們開頭講的，大馬朋友說，你們沒有架子，它的含義呢 slightly different 啦，有一點點不同，而且我們朋友是給到了案例的哦，就跟我們說，哎呀，你們好像没有架子的这個線下認識的朋友，他還舉了例子，對吧？對對對，他舉了一個什麼例子？舉了一個反例哦。他說他有個女兒也是在國際學校念書的，那女兒回來說，還是他參加女兒的活動，反正就看到中國的家長，跟自己的小孩講說，你在學校裡面不要跟別人講話。對，就是他在碰到了對方家長跟小孩跟家長跟对方打招呼的时候，他就感覺別人有一種就是就怎麼講，上海話叫癟了屁股就跑，就是防備吧，馬上就跑開了沒有跟你深入的交流，但是他一頭霧水，後來才知道像王太講的，人家家長關照的是你不要去跟陌生人或者不認識的人這樣去說話，讓他覺得說，是不是中國人都是這樣的？所以他才會告訴我們說，哎呀，你們好像沒有什麼架子。從這個來看出來，這位大馬朋友講的沒有架子，其實是指，你們可以正常跟我溝通嘛，很親切的、很隨和的溝通嘛，也沒有覺得我跟你很陌生，沒那麼熟悉，就不跟我說話了。所以他舉的反例讓我挺驚訝的。那他又說我們沒有架子，我也挺驚訝。我看起來這個很正常啊，我們來大馬不就是這樣跟人溝通、認識、交流嗎？而觀眾講的那個，你剛講的這個案例，好像又是指另外一個含義哦，它是指就是你們很融入嘛，你們也嘗試着去了解大馬，也去吃一下 Ramly Burger， 然後也嘗試着學一學語言，不會什麼生活10幾20年還是一口北方口音或者是英文也不去學，馬來文一點都不懂因為我知道以前有觀眾也提到過這一些點嘛，對吧？那你看，好，我們回到大馬人講的沒架子，就是指能溝通然後能融入和大家融為一體，又深入的去學習。我不知道王太你怎樣看大馬人說的沒架子？在我看起來，這個就是正常的，這是我們來大馬想做的事情呀。我覺得還有一個第三層，就是馬來西亞人所說的你們沒有架子。因為還有我記得曾經有觀眾留言講說，就是我們不像其他的一些中國人，然後來到馬來西亞之後，就對馬來西亞的種種大加批評，挑三揀四的是吧？像這裡不如中國基建什麼環境吃的東西就是會覺得有一種高高在上的這種優越感還有就是到處批評，這樣明白了。你看，不是很 nice， 然後不是跟人溝通很多，不是去深入的融入和學習，這樣3個特點是大馬人講的有架子。王太，我想了解一下，那麼我們生活在大馬，你覺得你算是有架子還是沒架子？又為什麼選擇這樣的態度呢？我覺得架子這個事情我還真沒有資格去端我是一個新來的人，我對馬來西亞充滿了感恩，因為畢竟第2家園也不是那麼輕易就能夠拿到的這個申請，也是我們自己辛辛苦苦的去申請了蠻久的一段時間，然後精挑細選了很多地方之後決定要落腳的呀。所以最後他能夠給到我們這個機會來說的話，我覺得已經是感恩戴德了呀。
哎，你剛才用了一個 so 哦，然後 after that 我們當然就是要很認真的去生活啦，因為我的感受是這樣的，我們當然是符合大馬人講的，我自我覺得啊，是允許我怎麼講，就是驕傲一下，我當然覺得我們是符合大馬人講的沒架子，但是我的態度跟王太講的一樣，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覺得首先是我們自己爭取來要過的生活，對吧？其次，因為我們是外國人，我覺得很多人啊，其實對我們很友善的。我不能確定啊，但我覺得恐怕很多人对我們要比对本國人，要比对身邊的人要更加友善。对，我們已經享受到了作為一個外國人在馬來西亞生活的 privilege。是，然後第三點。我就發現我們來了是充滿了好奇的，哇，有很多事情在中國你看到，你在書上看到，現實生活中不是這樣子的，不論是一些價值觀啊，一些文化啊，你在大馬又看到能夠接續上，我感到很好奇，我們好像是非常用力的生活，而認真的經營，然後能夠盡量多的跟人去認識，就像海綿一樣，吸飽了水分，感覺很多事情都很有趣，為什麼要端着，為什麼要變得要那種不溝通、不親近、不學習、不 nice 呢？這個讓我倒是覺得是反常識、反直覺的。可能我們兩個不太正常吧，因為我在想，今天早上我們兩個去買菜的時候，你還在那裡感嘆說：“哇，我們開車開出我們花園，要開到菜場去的這段路，就像在森林裡面穿行。”我其實也經常這種感覺，其實生活在這邊已經3年多了，每次走這條路，特別是早上有這個非常美的這個晨光，然後路邊又有這種樹影婆娑的時候，是會想象說，哎呀，我們就像在一個森林裡面，然後走到菜場裡面去，看到那種很新鮮的食材，又看到服務很好的這些馬來西亞的攤主們和我們非常友善的，然後他幫你很盡心的處理好這些食材，尤其我們買魚、買蝦、買雞。這種對於食材的處理我覺得這種精細程度還有那種服務態度這個好的程度，我覺得作為一個上海人，我真的是沒有感受到過。所以時時刻刻，有的時候在一些生活場景上，你還會跟自己之前生活的這些經歷去做對比，由衷的產生一種幸福感啊。對，你從結果上來說，我也覺得是這樣的，就是你是哪怕這場景這樣的生活已經不再一開始這麼新鮮了，但是還是可以感到美好和善意的，对吧？我早上也是，因为我們早上起得還比較早，7點多趕去巴薩的時候，我的腦袋裡啊就想起了什麼，就是 Forrest Gump， 他坐在那個長凳上，有一個羽毛飄下來，然後那個叮叮的那種輕柔的音樂飄起來，就好像一個美好的畫卷又展開了，有這種感覺。是是是。雖然很多人會說我覺得有這麼好嗎？大馬有你這麼好嗎？馬來西亞人也不理解，中國朋友也不理解，但這就是我們節目的宗旨，不無病呻吟，不譁眾取寵，就是個人的，就是真實的，就是這樣子的。所以我是覺得這是我們的常識和直覺，就是這樣做。那我們再來反向嘗試探討一下，一定有我們朋友講的，好像他們的印象一定覺得中國人比較有架子，他們才會給到我們這些反饋嘛，對吧？那來請問一下，中國朋友、中國同胞，他為什麼又會要有架子呢？可能我們之前節目也討論過嘛，可能中國人覺得說離開自己的祖國生活，不去這種所謂的歐洲啊、美國啊、澳新啊這種地方的話，就是屬於去了一個人往低處走的地方不算成功，他自己覺得是吧？对，所以感覺別生真實想法是流放到了一個所謂的第三世界。因為經常有的時候我們還會看到一些觀眾留言的時候會提到馬來西亞，特別是一些中國觀眾，他們就自然而然的說馬來有什麼好的？對，馬來有什麼好的？你們無非怎麼樣？對，哇，就是他那套價值觀，華人受歧視那是第一種。我其實想法呢，還有第二種，也是頗為常見的，恐怕比王太講的這個更加常見。就他們是想來生活的，但是很多人會覺得，來到大馬呢是一個暫時的，他要不要再去到更好的，他所謂更好的地方，要不呢他會覺得小孩學習完成了，我帶小孩的任務也就完成了，我來只是帶小孩，那我還要再回去中國生活工作，再重新開始的。他預設這就是一段很短的時間，就像我們身邊大部分的朋友，很多從外地到上海來工作的朋友，他們其實生活了10年，他也未必
會講上海話的，他始終覺得我在上海就是一個過客。但是有少數的他是會去學習融入，他甚至於能夠把上海話也講到很溜的，也會有這樣的人存在。我覺得也存在這種心態嘛，他不覺得我是要常待的。那你再去看，實際上呢，他每天像我們朋友不也講過嘛，他那個他的朋友來了很久了，每次就穿行到馬路對面去买個菜回來，你問他任何其他州啊大馬的情況，他一概不知，哪怕已經生活了很多年了，对吧？我身邊認識的我也知道有一些生活了20年的，我一聊幾句你就覺得其實你比他已經了解到更多了。那這是第二。就我覺得還有第3個原因，你剛才講的那個案例就已經有一點苗頭了，就是他的語言的問題，對吧？跟你無法溝通，所以乾脆就採取一種防御態度，自我保護，就回避就好，不需要去跟人打交道了，不需要就是說深入交流了，对吧？也有這樣的。我覺得還有一個心態，我覺得我們作為一个中國人，不知道是傳統文化給我們的灌輸的這些思想太深還是怎麼樣，就是你說一個比你自己的祖國、你的故鄉的一個其他地方更好，你覺得你住在那裡你更舒服，可能就是一種叛變。這種對，這種思想上就是你不願意把自己歸到那一類屬於叛變者，就像我們經常有時候以前被人家批評說是叛國者、什麼叛徒啊之類的，就是你只要說一個地方比你的祖國好，比你的故鄉好，這就是一種不恥的行為。這我倒沒。所以大家有這種心態，就是說不能夠被人家說成自己是叛徒啊、漢奸啊之類的，所以一定要死命的維護說自己所生長的國家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就像我爸我媽他們會堅定的認為上海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那你就算你覺得生活的地方沒有你原先的好，你就不能跟別人去溝通和深入嗎？就覺得不值得嗎？他就會覺得說我幹嘛要對這樣一個地方投入很多的感情和這種怎麼說呢，時間精力去培育一些什麼情感，我何必要去培養呢？這可能比較 subtle 啊，也可能比較暗黑，但是算是我們的猜測之一吧。那好，相反再來看身邊大馬朋友和大馬朋友之間，我們也有時候經常出去在公共場合會發現2個陌生的大馬人，他們就會很自然的交流起來，能夠說起話來，和我們之間也是比較自然的。我們也認識了很多人啊，應該講在大馬，我現在可以自豪的跟大家講，我們在大馬認識幾百個人已經有了，可能沒到500，但是小幾百個肯定有了，所以可以講有一定的社交了。你看我們的 WhatsApp 也是很熱鬧，然後這個聊天列表很長的，有常常打開微信倒是沒什麼東西的。其實會發現大馬人有可能我們覺得友善，有可能覺得好人很多啊，生活很輕鬆很簡單啊，是不是也是跟他們互相之間的沒架子也是有關係？對，我覺得他們的大家有很強的邊界感，然後也明白說人和人之間相處的一個通常的一個約定俗成，就是說我要講的話要讓你覺得開心，就是所謂的情緒價值對，它不像我們的中國人有的時候會覺得穿過的這一條所謂的邊界，會說一些覺得說我是為你好，但是說一些讓對方其實很尷尬的事情，然後就把這樣的一個友情交往這個苗頭就給掐掉了。是，那同時我們再來考核它是不是符合剛講的沒架子呢？就是他 being very nice， 然後他會願意跟你去溝通，深入的去學習和了解你，來互相融入你看這個身邊周遭的社會就知道了，看他們互相吃的文化上面習俗上面都有各種各樣的落架，就會知道了。所以我們也在猜測，可能架子在大馬人看起來會不會也是覺得是蠻獨特的，是屬於我們比較多的這樣的一個專屬名詞是。還有你有沒有覺得，就是說我們可能中國人愛抱怨也是一種所謂讓人家覺得很討厭的一種架子感？也有可能你是難於滿足的，所以自己顯得品味特別高。我們常常把抱怨作為一種談資對，就是你很有洞見力，就你很有 insights。對，這個東西怎麼不靈的對。那我們身上也會有你身上也會有的，對，我也會有的。但我覺得我們要戒掉這個，因為到了大馬之後，就發現很多人是我們講過這個話題，好像是在會員節目講的，就是 positive thinking， 或者有些人講叫正能量。它雖然跟我們中國理解的正能量還是不一樣但是很多人他常常會覺得我怎樣向前看，向好的地方看，來更加快樂的、更加樂觀的去理解一個問題。
對吧？這種我們也常常發現。对，我觉得中國人对 critical thinking 啊，这個批判性思維是有一個誤解，因為 critical thinking 應該本質是對自己的這種想法進行一個批判，而不是說對周遭的世界、外面的人和周圍的這個情況環境去大家指責，這個矛頭指向的方向錯了，是，對吧？是，那就不能互相提供情緒價值，因為你總是在批評，別人接不上話，那大家不收入不通了，也不能親近了，不 nice 就產生了架子。好了，我們聊的差不多了，這是我們的理解了啊。那認識我們的朋友覺得我們有沒有架子？大馬人之間有沒有碰到過互相有架子的情況？你又怎樣理解這個問題呢？就歡迎大家討論啊！是，大家能不能也是啟發我們一些啊？就是令大家感到不悅的這種中國人有架子的一些典型的表現是什麼？好，我們也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是，說到這裡呢，我們頻道主要奉行2點啊，無病呻吟啊。不譁眾取寵，那就講我們個人的真實的感受啊。如果看到這裡你還沒有訂閱的話呢，歡迎按下訂閱，下次就會準收到謝謝大家新信息。好，thank you 啊，謝謝，拜拜。